啊，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它常见的一些故障。首先就检查这里这个开关它是不是放在 reset 的地方了。有些客户啊，由于这个开关它跳闸了之后啊，相当于跳闸之后变到这个位置了，它没有把它复位，它就不能启动了。所以说要看，第一个是查这里，第二个呢，你就要查它的电有没有到这里。风扇不转的话，鼓风机不转，你要查它的电，这里这个电正极或负极。红色是正极，要用望远表测一下正极电到这儿没有。如果说没有到的话，要排查线路哪里有问题。正极电到了，然后你还要看这个地线是不是接地了。有时候地线接地不良，它也会产生故障。再来看这两根信号线，呢，一根是给室内的开关供电的，室内开关闭合的时候，这两根蓝线，看它是不是连通的。把望远表打到风明档量一下，这两根线，还有一个这两根蓝线，有一根线它是有电压的，有12伏电压的，要用望远表测一下这两根蓝线其中有一根必须要有电压才行。如果说这些都有的话，已经有电了，都来这儿了，它不工作，我们就要查一下，继续往下查里面这个风扇里面的这个开关。刚才风扇里面一个弹簧片的开关，看它是不是好的。如何测试它是不是好的呢？就要把它取下来，用风来吹它，看它能不能闭合。如果说那个开关都是好的话，我们再查燃烧舱这里的温度开关。特别要提醒的一下是，这个开关的位置啊，保险开关位置它放的地方并不一定一样的，不同的机型它放的位置不一样。然后我们还要查这个电路板的电到了没有？电路板的它的电，这个红色电，电路板的供电，它是当你室内开关开机之后，看它电路板的这个指示灯亮不亮。如果它指示灯亮的话，就表示电路板有电了；如果它不亮的话，就说明电路板没电。电路板没电就要查原因，电到了没有？如果电到了还不能运转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查这里的电池阀门了，看电池阀门是不是好的。电池阀门怎么查呢？查它是不是好的呢？如果说电不能到那里，你怎么查它好呢？你可以直接上电，就直接给它正负极，红色的是正极，这个黄色的是负极，直接用一个电瓶正负极给它供电，看它有没有咔嗒咔嗒的响声。如果有咔嗒咔嗒响声，基本上就是好的。如果说在所有的问题都查了都没有问题的时候，然后也有咔嗒咔嗒响声的时候，它还是不工作，这个时候啊，就要去检查这个气，它的气压怎么样。然后气压是好的，就要把这个电池阀把它拆下来，之后，你再通电让它打开，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形成通路，就是说看它里面有没有东西把它堵塞了。如果说堵塞了就要换了，如果说
它不能够响，也要换了，说明它线圈有了问题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，这个电路板的原因，就有很多了。这电路板所有的问题查完了，这电路板它坏了，那就换电路板了。这个电路板呢，也比较贵，也有替代的，网上也有替代的电路板。电路板坏的话，这个电路板也可以修的，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也可以修的，但是修的话不太划算，这边的人工啊比较贵。你修一块电路板，这个电路板200多块钱，你修一个的话也要花不少钱。修个你不说多的吧，你100块钱要的吧，100块钱，然后还不能保证你能够用多长时间，因为你修的它必然它可能还会有故障，所以说都是换。如果说电子爱好者的话，可以拿着这个修一修，试一试。这个电路呢，实际上也是挺简单的。它是个低压，低压呢，然后会产生一个，高压，高压的就是给它打火塞呀，点火的，给点火的装置用的，产生一个高压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有关于取暖器的一些故障，可以留言，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维修的方向和方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